蝗虫每个人都吃过，但你们吃的对吗？什么样的蝗虫适合吃？需不需要处理？有没有不能吃的部位？它还有哪些神秘之处？本期视频蝗虫大解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今天咱们继续讲虫啊，蝗虫给你们安排上。蝗虫大家都不陌生吧？平常咱们都叫蚂蚱。我买的时候都是活的，我怕崩满屋啊，却让我冻上了。我这里是2个品种，黄色的是东亚飞蝗，绿色的是棉黄。它还有个俗名叫登岛山。登岛山不便宜啊，1斤100多元。这2种都是养殖的，我不建议大家吃野生的啊。野生的你也不清楚它吃了一些什么样的食物，寄生虫也比较多，什么锁线虫啊、铁线虫啊，非常容易被寄生。中医认为食用蝗虫有暖胃助阳、健脾运食的功能，好东西啊！来进行本期的抛尸一题。我们先了解一下蝗虫，它属于不完全变态的生物，一生由卵发育成裸虫。蝗虫在裸虫时期也称为蝗男，这个时期翅膀还未长成，只能蹦跶，等蜕完最后一次皮便会羽化为成虫，一生的寿命也就几个月。秋后的蚂蚱就没几天蹦头了。它的头部呈卵圆形，长有1对复眼和3只单眼，其中2只单眼紧贴于复眼内侧，还有1只位于额部中央，头顶长有1对触角。它的嘴为咀嚼式口器，分为唇基，唇基的下方是上唇，呈薄片状，将上唇剪掉，发现有1对发达的上颚，上颚的下方较为锋利，为切齿，用于切割食物；上部较为粗大，为揪齿，用于磨碎食物。这对呈片状的部位是下颚，两侧长有1对下颚须。这个棕色长有纤毛的部位就是它的舌头。口器的最下方是下唇，下唇长有1对下唇须。它的胸部分为前胸、中胸和后胸，这个像马鞍形状的部位是前胸背板，是坚硬的几丁质结构。在前胸腹面还有一个囊状的凸起，称之为前胸腹板突，是区分棉黄的重要标志。但飞黄是没有的啊，是平的。在它的3对部族中，最后1对比较特殊，称之为跳跃族，骨节相当发达，茎节细长，而且长有2排锋利的锯齿，这也是它的防身武器。当遇到敌人时，2个大腿便会用力向后猛蹬，击溃敌人。人们形容它的后腿力量之大，所以取名登岛山。后足的骨节内侧长有条状的错纹。蝗虫在求爱的过程中会用翅膀与大腿根相互摩擦，产生声音来吸引对方。它的部族除了带钩的爪尖以外，还有个爪垫，爪垫可以缓冲蝗虫在跳跃陆地时所产生的冲击力。它的翅膀分为前翅和后翅，前翅为蛤字，后翅为魔字，后翅像扇子一样可以折叠起来。它的腹部由11个腹节组成，在前8节腹节的侧方各长有1对气门，胸部还有2对，1对在前胸和中胸连接的侧膜上，另外1对在中胸与后胸的侧肩板靠下的连接处。仔细看，掀开翅膀，在第1腹节2侧长有1对圆形的部位，这是它的听器，听器上长有鼓膜，也就是它的耳朵。关键点来了，如何区分蝗虫的公母？首先看大小，母的明显比公的大，然后看尾部的生殖器，母的有4个尖，而公的只有1个尖。公蝗的这个尖部是由第9节腹板特化出来的下生殖板，生殖板上长有1对瓣状的抱握器，中间呈棕色的管状物是它的阳茎，也就是公蝗的加油腔。但东亚飞蝗的加油腔与棉蝗的不太一样，飞蝗是带钩的，它在交配的过程中会将外生殖器渗入到母蝗的交配囊中，形成所要的交配方式，这样就可以提高受精率。那么母蝗的这4个尖形是干嘛用的？这是它的产卵瓣，上下各1对，非常的坚硬，它就像一组钻头一样，产卵的时候可以钻入到泥土中。如果土壤水分足，腹部就会渗入到比较浅的区域，如果是旱地，腹部就会变形拉长，将卵产入到更深的区域，同时分泌泡沫状的胶液，将卵连在一块，这就是从泥土中挖出来的卵块。蝗虫腹部之所以能拉长的秘密，源于第4、5、6、7腹节的间膜可延伸增长，延伸后腹部的长度可达正常腹部的3到8倍。它的尾部还有1对尾须，但公母是有区别的，公的大比较发达，母的小只有一丢丢。小屁屁位于背部，上方有1个钢上板，两侧有1对钢侧板，这个是公蝗的结构。母蝗的结构有所区别，母蝗的钢上板、钢侧板还有尾须呈愈合状态，把更多的生长空间留给了产卵瓣。这些钢板好比裤衩子，
可以好好的保护脆弱的小屁屁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蝗虫的内部结构。它具有非常发达的消化系统，肠道有嗉囊，嗉囊就是临时存储食物的器官。咽后是胃，在前胃区域长有囊状的胃盲囊，胃的后方分别是回肠、结肠和直肠。这些丝状物是马氏管。大脑在复眼之间，腹部中央长有神经索，心脏位于背部中央。白色的是气管囊和支气管。如果是母黄的话，会有发达的卵巢，里面都是大米，是我们主要的食用部位。这根管子是输卵管，与受精囊相通。受精囊是个盘状结构。如果是公黄的话，会有一对金色的精巢相连在一块，呈长椭圆形。白色的就是输精管，精巢的味道也是嘎嘎香。以上就是蝗虫的基本特征。那么蝗虫都哪里不能吃？头部和前胸背板都是坚硬的外壳骨，不容易消化，不能吃。翅膀扎不酥，不能吃。后足的茎节都是尖刺，容易扎嘴，不能吃。产卵瓣既坚硬又扎嘴，不能吃。整个肠道都是未消化完的草料和粑粑，有一股泥腥味，不能吃。剩下的部位都能吃。关键点来了，那么如何处理？方法很讲究。先将小腿剪掉，咽后手撕翅膀，再剪尾部。咽后用剪刀对准前胸和中胸的连接处，左右摇摆，咽后轻轻一拉，嘟，不好意思，翻车了。如果断了的话，再用手薅一下。肠子连同头部和前胸背板就都不要了。还有一种处理肠子的方法，就是把头去掉以后，从尾部用镊子给它夹出来，这就是蝗虫的处理方法。说明一下，像这种小的东亚飞蝗，壳比较软，肠子也比较细，把翅膀和嗉囊摘掉就行。脑瓜一揪，嗉囊就下来了。来，咱们炸了，比较一下飞蝗和棉蝗哪个更好吃。不管什么颜色的蝗虫，炸完以后都变红色了。撒点椒盐，先尝棉蝗，这个小的就是公的。哎呀，嘎嘣脆呀！我这个火候炸的火候拿捏的相当到位。吃起来呢也有明显的昆虫蛋白的那个香味儿。这酒人特别喜欢这种口感啊，打牙祭绝了。再整个大拇，看够个啊。感觉母的酥脆度啊赶不上那个小公的，太大了，可能火候没炸到位，但是吃起来还行啊。那个籽儿啊没有爆珠的感觉，整体的香度也可以啊。咱们吃个小的啊，看个东亚飞蝗。我觉得小的好啊，东亚飞蝗至少能吃出来一点肉感，嫩度也比它好。这个好吃啊，小蝗虫值得推荐啊。总结一下啊，我觉得这个棉蝗啊性价比不值啊，100多元一斤啊，有这个钱还不如买点蜂蛹吃。东亚飞蝗这个行啊，30来块钱啊，大家没吃过的可以买点尝尝鲜。我个人觉得它的味道每个人都能接受，非常好。好了，完了，咱们这期就到这儿啊，下期见，拜拜。皮皮虾每个人都吃过，但深海巨型皮皮虾你们吃过吗？对于这个神秘生物都有哪些特别之处？究竟是什么味道？本期视频大揭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今天是一个重磅题材，这么大的皮皮虾你们见过吗？它跟我的手臂一边长。它的中文正式名叫初次深虾蛄，在虾爬子界那绝对是王者级别，生长在200到500米的水深。我国的东海和南海呀会有一定的分布，但非常的少见，能搞到也很不容易。你们盲猜一下，这一只的价格贵得有多离谱吗？活体价格2000块钱一只，死的也给1800的。这可能是我吃过最贵的虾爬子了。网上还没有它的解剖资料，还是老郭的活啊。食材呢来之不易，本次的抛吃一体一定要好好整的。我们先了解一下初次深虾蛄，它的壳呈橘红色，而且是又厚又硬。有学者研究过，它的体长可能会长到超过35厘米。虽然不及虾蛄中体长最长的将近40厘米的半禽虾蛄，但因其宽度更大，甲壳更厚，所以可能是虾蛄里面体重最重的，绝对是海中的铁甲战车。
它长有一对黑色的大眼珠子，在脑瓜门子的额角板上长有一个额角，触角一共有2对，很发达。深海中的环境黑暗，所以得需要更强大的触觉。内侧的为第一触角，分别着生着3条触角边；外侧的为第2触角，分别着生1条触角边。在第2触角的2侧还分别长有一个触角叶，这种片状结构能够更好的起到平衡身体、调节用脂的作用。这么大的下巴子，肯定会有一对锋利的大颚，位于这个三角形胃囊的下方，两侧着生着一对颚须。大颚的前端为单排的切齿，是横着长的；后端为双排的揪齿，竖着长的。大颚的下方分别是第1小颚和第2小颚。第1小颚为刺毛状，两侧各长有一个齿和一对小颚须。第2小颚呈片状，相当于嘴唇。它的颚足一共有5对，分别行使着4种功能。其中第1对颚足特化为细长型，末节具有刷毛，主要负责洞口的修形和卫生的清理工作。第2对颚足特化为捕食工具掠鸷，这对掠鸷可能是虾蛄界中力量最强的掠鸷，展开以后比我的手都长。虽然没有斑禽虾蛄的长，但更强壮啊，从力量上是不输斑禽虾蛄的。这些锯齿极为坚硬锋利，这要是被它干一下，就不是疼的问题了。第3、第4、第5颚足除了帮助进食以外，还有一个就是抱卵的功能。在这5对颚足的基部还分别长有圆形片状的部位，有辅助呼吸的作用。头部两侧呈囊状的部位是它的颚线，相当于肾脏，里面是一些膏状体。在它的胸部长有3对部足，部足上没有爪，呈刷毛状。这种结构就可以在洞穴行走的时候始终保持洞壁光滑平整。每个部足都各长有一个附肢。来，注意看，在第3对部足基部长有一对棒状的部位，每个人都认得吧？对了，这就是它的加油腔，说明这是只公虾。如果是母虾的话，这个位置会有一对加油口。公虾还有一个特征，来注意看，在它第1对臃足的内侧长有一对坚硬的针状部位，这个东西叫织握器，其作用就是在交配的过程中可以牢牢地勾住母虾。这个特征也是区分公母的重要标志。这些白色的絮状物是它的鳃，放在水里就像鹅蛹一样，鳃的根部有发达的鳃血管。它的尾节和尾肢是全身最硬的部位，刚刚硬，尾肢的基突无比锋利。它是前可攻后可守，几乎没对手。这个小点是它的小屁屁，这个小屁屁属实是小了点。来，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，先把臃足都剪掉，腹膜剪开，这么一掀，中间来一刀。这个釉质是不错的啊，这些橙黄色的部位不是它的籽儿啊，这是它的肝胰腺。淌的这些黄色液体都是肝胰液。靠近腹部有一条神经索，这个位置看得清晰。中肠位于肝胰腺的内部，肠子里面还是挺干净的。它的心脏位于背甲中线，呈条状。我们再找一下它的经槽，所有虾蛄的经槽都不太好看，经槽是由非常细的管状结构盘旋在肠道周围。这个就是它的经槽，输精管位于加油腔的根部，管壁很薄很脆弱。来，仔细看，在输精管上长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白色的小囊，这个部位叫触雄腺，对精巢的发育和性别分化起决定的作用。以上就是初次参虾蛄的基本特征。那么好不好吃，究竟什么味呢？解剖的这只呀，咱们做一个刺身，另一只就避风塘吧。完了，又炸了，身上的刺儿啊太锋利了。说一下啊，大家在家里面处理海鲜的时候，如果手一旦被扎，一定要冲水啊，把血呀多挤一会儿。一旦被创伤弧菌所感染，那不是闹着玩的。先把虾开个背，便于入味。开炸避风塘是最简单的方法。炸好的食材捞出来以后，把现成的避风塘炒料在锅里面扒了几下，倒入食材，翻拌均匀，这就 OK 了。刺身的话，先把虾肉用冰水浸一下，增加点脆劲儿，改完刀摆个小盘，这就 OK 了。来，开始码味儿。现尝个刺身啊，蘸点刺身酱油。口感非常好。比我们平常吃的那个虾蛤子那个柚子啊更有嚼劲儿。柚子呢鲜甜，跟那个龙虾枣的柚子差不多，没有外味儿啊，不错。整这个炸的啊，哇，吃这个就得徒手包。
头一回扒这么大的虾爬的。哎我操！哎呀，完了！哎，一不小心又看出血了。是一种鲜中带香的口味。它这种香味呢是来自于这个干舷线，我觉得比龙虾的那个肉啊要鲜，吃到嘴里呢能感觉出来有汁水。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是刚捞上来的话哈，肉质呢会更紧实一点，但是现在这个味道也非常的好，我这个也足够新鲜啊，补上来以后马上就在船上激动了，总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怎么说呢？味道虽好，但它不是大众的海鲜啊，性价比不高。我要是不做抛吃一体的话，我也不能买这玩意儿。主要还是给大家科普，见识见识。好了，完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啊，下期见，拜拜。